在现在全球关系的动荡局势下，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都非常的微妙。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他将会轰炸伊朗。而伊朗针对美国的威胁也非常的强硬。伊朗不仅仅对美国不怂，对中东小霸王之称的以色列也完全不带犹豫的。而有意思的是呢，伊朗这样一个特别喜欢去打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国家呢，美国却一直都没有对伊朗进行动武，甚至在前些年伊朗扣押美国船，逼美国的士兵下跪，甚至呢使用导弹去袭击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也没有进行直接动武，而是通过军事制裁和经济制裁的手段呢，来应付伊朗这一次又一次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伊朗的一个军事实力是非常有水平的。因为如果没有水平的话呢，伊拉克还有叙利亚的下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呢，伊朗的一个军事力量呢，在中东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存在。本期继续从空军的这个角度呢，来去探索伊朗空军的一个战斗机力量是如何制约和平衡这个中东地区这么微妙的一个关系的。伊朗空军全称为伊斯兰共和国空军，最早可以追溯到由伊朗国王里萨汗于1920年建立的伊朗帝国空军。伊朗帝国空军在一战、二战中并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直到后来的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帝国空军改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简称为 IRAAF。这支空军部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伊朗帝国空军的装备和组织结构，并参与了后来的两伊战争。在战争中进行了世界公认的第一次空袭核设施任务，伊朗空军空袭巴格达郊外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伊朗由于与西方关系紧张，伊朗的空中战斗力量一直以来都是从巴西、苏联、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之前老旧的设备维护也是与其他国家，例如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现如今伊朗空军的现役战斗机力量还有哪些呢？我们参考世界空军2025公开的数据内容一起探讨。首先，伊朗空军的战斗机力量，目前现役的主力战斗机是 F4 鬼怪战斗机，现役的型号包括47架 F4D 和 F4E 型号，16架 IF4E 侦察型号。这款战斗机是美国冷战时期由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研发的一型双座双发全天候远程战斗轰炸机。这款战斗机是世界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代表，不仅空战格斗好，对地攻击能力也不弱。伊朗这些飞机是在二战后从美国获取的，现在已经非常的老旧，备用设备和零配件已经非常稀缺，如今主要是靠伊朗自己进行相关保养维护任务，已经越来越不占据优势了。而伊朗空军的第二款主力战机是来自美国的 F-14熊猫战斗机，目前配备有41架 F-14A 和 F-14AM 型号。F-14熊猫战斗机是一款双座双发变后掠翼超音速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在两伊战争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伊朗空军依赖其庞大的 F-14战斗机机队，确保了其空中优势。但是随着战争的消耗和没有后备的配件的补给，好多战斗机都变成了零部件捐献者，或者是当作迷你空中预警机来进行使用。毕竟当时 F-14上面的 AW9 雷达，其功能远超一般战斗机的雷达。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呢，伊朗空军呢，它现在的 F-14战斗机的零部件材料以及它的一个保养的一个设备越来越难获取了。但是呢，从最新的一个伊朗空军 F-14的训练照片来看呢，这些 F-14依然保持的特别完好它的战斗力以及它的一个保养都非常不错。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使用伊朗的这个 F-14战斗机呢，依然是它一个最重要的以及最具有战斗力量的一个战斗机之一。这些波斯猫的利爪依然锋利，其战斗力量不容小觑。伊朗空军的第三款主力战斗机则是来自前苏联的21架苏24战斗机。苏24是苏联第一种搭载数字化攻击瞄准和地形导航航电系统的飞机，属于战斗轰炸机序列。这批战斗机是伊朗在两伊战争之后从苏联购买的。当时除了苏24战斗轰炸机之外，
还采购了少量的米格29和从中国采购了歼7战斗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战机的消耗，伊朗的这些老式战斗机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优势了。这些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伊朗也在寻求能够购买更加先进的装备。在去年，也就是2024年，伊朗确定了与俄罗斯的采购合作，打算采购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根据2025年1月7日的消息，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首次公开确认采购俄制苏35战机。目前初步确认的消息是采购25架苏35战斗机。苏35战斗机是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在苏27战斗机的基础上面进行研制的多用途战斗机，在世界上归属于第4代版战斗机，将会大大的加强伊朗空军的战斗力量。或许在一些特殊场景下，也能与以色列空军配备的 F-35战斗机一较高下。在这些之外，伊朗还有35架 F-5E 虎式战斗机。这款战斗机是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用来装备一些军事受援国和受援地区空中力量的装备。伊朗在1974年到1976年间，共进口了166架以上的 F-5E， 并编成8个中队，在当时具备较强的作战力量。但是，随着两伊战争的消耗，目前伊朗仅剩余不到1个中队的 F-5E， 基本上是作为补充和教练机使用。所以，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展本地的航空航天工业，在 F-14熊猫战斗机和 F-5虎式战斗机的基础上面进行逆向研发、技术升级，研发出了2款100%国产的战斗机，分别是阿扎拉赫什和法萨克战斗机。但这2款战斗机一直没有真实的测试飞行影像透露，也没有服役进度公开，所有外界猜测及更多的可能是对外宣传的一种展示模型。伊朗空军的战斗机力量现在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老旧的战斗机在中东地区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优势，再加上缺少维护和零部件的补给，基本上是飞一次就少一次，到最后成为难以形成战斗力的淘汰装备。在未来来看呢，伊朗空军并不具备自个本身研发高水平战斗机的实力，所以呢，他想要去提升它的战斗力或保持它的一个优势呢，要么就是去沙漠里捡别人掉落的战斗机，是吧？要么呢就是从别的国家通过其他方式呢进行采购一些新进的战斗机，来保持它的这个实力了。好，本期的伊朗空军战斗机力量呢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呢继续跟大家探讨伊朗空军的运输机、预警机以及直升机等等这些辅助的支援战斗力量。我们下期见。